木哥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连续3年全系第一，大好前途，你居然要去当一个破烂军工厂的厂长？张校长，我不是在申请，我是在通报，请您签字。你看清楚，现在的国家百业待兴，海外列强在公海摩拳擦掌，敌对势力在海峡那边虎视眈眈。国家需要的是你这种能搞理论研究的珍宝，而不是去那穷乡僻壤打铁。校长，就因为百业待兴，我们才不能只搞理论。没有枪，理论就是废纸；没有炮，国家就是别人嘴里的肉。咱们没武器，可以找大国盟友买，找大国盟友借。爹有娘有，不如自己有。靠别人施舍来的和平，那是跪着生的。我不单要造枪造炮，我还要造出让全球颤抖的大杀器。你这孩子，实话告诉你，顶尖专家已经在回国的路上了。我打算推荐你他的左膀右臂，那才是名垂青史的机会。顶尖专家，那是我的偶像，但这一世我有更重要的使命，请校长成全。苟利国家生死以，为国铸剑，我奔责。这半年，我把物理专业的全套知识都扎扎实实学透了。现在，我准备了半年的技术验证计划，终于可以正式开始了。打开我的全息科研辅助面板，超级军工系统已就绪。21世纪全线军技术解析中 ，12.7 毫米半自动狙击步枪，解析度100%，可生产。WJG994 防弹衣技术，解析度100%，可生产。那是。只要这些东西造出来，我看谁还敢说咱们的高端工业技不如人。1950年，只剩5个月了。5个月后，那场战火就会烧过来。前世，我们靠血肉之躯去堵枪眼，无数先烈魂断异响。这一世，既然我木哥回来了，那些来犯之敌，一个也别想活着回去。出发，目标北方边工厂。这哪是工厂？这分明是废品收购站。当年的先辈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打赢的。哎呀，您就是新来的穆厂长吧？俺是大聪明。您看您来就来吧，还带啥礼啊？那是我的文件。工厂现在还有多少人？算上俺，一共9个。设备嘛，入侵者走的时候砸了个精光，现在连螺丝都得手拧。带我去看车间。他奶奶的，上头又派了哪个死包公子哥来占老子的地盘？你就是木哥？是我。听好了，我不管你身后是谁，也不管你拿了多少奖状，在老子这儿废人一个都不要。这厂子是弟兄们拿命拼出来的，你要是来混资历的，趁早滚蛋，否则老子扒了你的皮。赵团长，穆厂长是华清来的天才。天才？天才顶个屁用！老子要的是子弹！赵团长想要子弹，要多少？哼，老子也不难为你。前线吃紧，半个月给老子造5万发子弹，造不出来，你就给老子卷铺盖滚回你的大学去。5万发？团长，咱这满地废铁，连黄铜都没有，你这不是要人命吗？半个月，太久了。嫌长？那老子现在就送你上火车站。1个星期，10万发子弹，我交货。好，吹牛逼不交税是吧？你要是1个星期能造出10万发子弹，老子跪下管你叫爷爷。爷爷就不必了。如果我造出来，以后赵团长见了我，得恭恭敬敬喊一声大哥，敢答应吗？成。1星期后，老子带马队来拉货，交不出货，老子亲手把你吊在厂房大梁上。走。厂长啊，咱连1斤造弹壳的黄铜都没有，你拿啥变10万的产量啊？
这回咱们真要彻底完蛋了。谁规定造这批装备非得用纯黄铜？系统，提取21世纪华国 7.62毫米副铜钢子弹，全套生产工艺。收到，副铜钢技术解析完成，生产线改造图纸已下放。王大爷，大聪明，立刻把全场剩下的废钢材都给我拉过来。洋人仗着有钱，用纯铜造子弹。今天我就教教大家，怎么用最便宜的废钢造出全世界最好的弹药。开炉！干！只要能给前线兄弟造出子弹，俺们这把老骨头拼了！哼，1个星期10万发，那白面苏子要是能造出来，老子今天把这马鞍子吃下去！走，进去拿人，赶他滚蛋！赵团长，来得挺准时啊！你要的10万发子弹，昨天就完工了，我还让人多装了2箱。这特么真造出来了！我的老天爷，满编10万发！木哥，不，木厂长，你简直是神仙下凡啊！不对，木哥，你拿什么糊弄老子？这子弹看着像黄铜，可这重量根本不对，轻飘飘的，你用假铜骗我？骗你？赵团长，时代变了，这不叫骗，这叫科技碾压。这批子弹叫副铜钢，里面是钢铁的骨架，外面包了一层黄铜的皮，不仅硬度更高，穿透力更强，而且造价连纯铜子弹的1/3都不到。给钢子弹穿了件铜衣裳，我操，还能这么玩？能省下70%经费。便宜是便宜，可这钢做的子弹，这东西会不会出故障？真能击穿对面的重甲吗？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，敢试吗？要是卡壳，老子照样翻脸。这弹道太稳了，完全没卡壳，穿透力比缴获的羊肉还要猛。大哥，亲大哥！赵团长，你不是说要送我上火车站吗？哎呦，大哥，刚才老弟说话太大声了，您多担待。我赵东山愿赌服输，以后您就是我的异父异母的亲大哥。大哥，既然子弹您都能造得这么牛逼，老弟再求您个事儿呗，能不能给咱们团造点重机枪啊？重机枪，我要给你们的是足以让全世界怀疑人生的火力风暴。大哥，亲大哥，只要您能给咱们团造点重火力，以后您指东，我赵疯子绝不往西。重机枪要多少？100挺，要是太难，50挺也行。就这点出息，去拉钢材过来，10天后带人来提100挺重机枪。10天，100挺？大哥，洋人的兵工厂也不敢这么吹啊！在我的地盘，按我的规矩办事。另外，拿上这批新出的测试仪机，快马加鞭送去总部科研中心，就说是我木哥提交的最新研发成果。明白，保证准时送到。周老，北方有个基层分厂送来一盒新型测试样本，说是技术突破，让您看看。厂长叫木哥。胡闹！咱们整个总部的专家都没突破，
一个连基础材料都短缺的小厂能有什么突破？扔仓库去！可是周老，这子弹颜色和重量实在太诡异了。这外面是铜皮，里面竟然是钢芯。富铜钢，这项只存在于理论中的省钱神技，居然被攻克了，成本砍掉70%啊！这个木哥是谁？立刻备撤！通知材料所的老郑，哪怕是用爬的，老子今天也要爬去北方见他！马上！木哥同志，我是前线主管比利琴，这位是国宝级专家周伟长周老，他可是连夜坐专列赶来见你的。小木，你简直是天赐的奇才，这项技术对咱们太重要了。老头子厚着脸皮求你，能不能把工艺留成？周老，先有大家，后有小家。全套图纸和配方，我无偿上交。只要能治好前线兄弟们的火力不足恐惧症，我木哥绝不藏私。国士无酸，老头子我替咱们军工谢你。好，好小子，有气魄！这是什么？这机枪怎么长得这么凶悍？这看着比列强国的重火力还要猛10倍啊！这工艺，这流线，这根本不是现有的任何型号。小木，这是洋人的最新秘密武器吗？你们从哪儿弄来的？都不是。从图纸到螺丝钉，这挺机枪是咱们军工厂全自主、纯国产制造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12.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，哪怕是列强没个3-5年也造不出来。你一个破厂子，怎么可能造得出来？周老，难道洋人做不到的，咱们人就一辈子做不到吗？口径12.7毫米，有效射程超过1500米，最大射速每分钟450发，采用管退式浮动缓冲技术。后坐力减少70%，我的老天爷，这射速射程真能达到！要是真的，这玩意儿能把敌人的阵地撕成碎片。就算数据是真的，但威力越大的机枪就越重。洋人的同垒重机枪超过150斤，你这枪如此凶悍，哪怕能造出来，也得200斤以上。难道你要让4个战士抬着它去打游击吗？谁告诉您他有200斤的？老赵，上去，把他抬起来。大哥，我一个人，这玩意儿看着死沉死沉的。我去，这枪怎么这么轻？拆除三脚架后，枪身净重18公斤。我要让咱们的战士单人扛着重机枪打游击，我要让敌人在每一寸土地上都感受到被重火力支配的恐惧。单兵游击重机枪，小莫，你不知道这对咱们意味着什么。游击化重机枪简直是绝佳助力，我回去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争取把这款枪装备到咱们的连1级单位。不，装备到连，格局太小了。我的战术构想是，直接下放到班。只要富铜钢子弹量产跟上，每个班成立3人作战小组，1人背枪身，1人扛弹药和支架。我要让咱们的每一个步兵班都拥有撕裂对手阵线的恐怖火力，治好我们的火力不足恐惧症。木哥，我的亲娘嘞！这枪说什么也得先紧着咱们试。小木，你跟我走。帝都研究所的所长，我让你来当。只要你来，要什么资源有什么资源。多谢各位前辈厚爱，但是我目前没有离开这座军工厂的打算。咱们最大的危机是底层工业体系薄弱，祖国更需要我扎根基层。
好一个扎根基层！祖国有你，是祖国之幸。老赵，考你个眼光。机枪有了，除了战略威慑，咱们现在最缺什么常规杀器？这还用问？坦克呀！那铁疙瘩在战场上轰鸣，简直就是陆地霸王。没那玩意儿，咱们兄弟冲锋就是拿命填。坦克吗？老赵，咱们厂接下来的目标，造坦克。大哥，你没喝高吧？那是坦克，能跑能轰的坦克，你真要造？我木哥吐口唾沫是个钉，拿好清单去报备材料，顺便带点肉，今晚全场吃饺子。系统导入特型助战坦克，全套生产资料及周边技术。收到，陆战之王技术解析中。既然要做，就给咱们做最好的。我要让那些纸皮战车见识一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战争主宰。雷长官，这 T 型战车的威力如何？哈哈，安德勒专家，这战车确实精巧，不知这发动机的核心构造能不能教教咱们的工人？得了吧，就凭你们这破蛋工业，再给20年也造不出履带，老老实实当个农业地，供点粮食就行了。战车那是文明人的玩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安德烈，我们是盟友，不是乞丐，你们这是在侮辱咱们！哼，侮辱，这就是现实。没有我们的技术，你们就是一堆废铁。这是什么怪物？是列强的最新秘密武器吗？老王，你怎么在上面？这战车哪儿来的？老首长，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不是列强的，也不是外籍的，这是咱们全自主生产的第一辆重型战车，实打实国产货。不可能，这种口径的火炮，一开炮自己就得3架，你们在虚张声势。安德烈专家，希望待会儿你的嘴还能像现在这么硬。赵东山田125毫米穿甲弹，上膛。打中了，平了，山头被轰平了，咱们自己的重火力啊！快把这辆战车的数据交给我们，这是命令，我们要运回国内研究。各位，这辆重型战车是咱们最高级别的核心军事机密，请无关人等立刻撤离。安德烈，想要战车技术，自己回去造，别像个无赖一样在这里摇尾乞怜。无关人等马上滚！好，雷长官，你敢拒绝我们？你们一定会后悔的！检验团今天就撤走！哼，断绝一切援助，我们走！小木，你这次可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啊！断了援助，上头怪罪下来，我老雷陪你一起扛。雷伯伯，放心，他们撤了是他们的损失，因为接下来我要给咱们交一份能改变国运的答卷。总指挥，外籍长官下了最后通牒，要么交出那辆新式战车的所有数据，要么撤回所有远见人员。咱们的工业化才刚起步，援助一断，咱们就彻底瘫痪了。我建议暂时妥协。放屁！那是咱们工人苦苦造出来的第一台自主战车，今日割战车，明日是不是要割飞机、割港口？咱们军人好不容易提起来的这口气，绝对不能散！意气用事能救国吗？没了技术，咱们拿什么发展？当年敌人要收走我们的枪，咱们没交，才有华国的今天。现在别人要抢咱们的战车，有了枪杆子说话才硬气，爹有娘有都不如咱们自己有。这脊梁要是贵了，怕是这辈子都直不起来了。总指挥，科学院转递的绝密文件说是
说是能解们眼下的死局。这么多，谁写的？全部出自军工厂牧歌牧厂长之手。他说这是他送给咱们的答卷。好！重工业为骨骼，轻工业为血肉，这布局眼光之深远，连我也望尘莫及。这简直是能预见未来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牧歌！原来我们的底气一直都在自己手里。凭什么列强能搞出的东西，咱们就造不出？没有这道理。传令下去，拒绝外界的一切无端干涉，告诉他们，咱们绝不向任何外部压力妥协。立刻去办，将军工厂的安保级别调至最高。咱们就是倾尽所有，也要全力保障他的研发需求。他要造什么，咱们就全力支援什么。老赵，战车只是陆战之王，但没有制空权，我们的阵地依然是敌人的活靶子。接下来我们要造的东西能把天捅破。大哥，这次咱们造啥？战斗机，代号 J8F。我要造一架能吊打全蓝星所有列强的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。穆大哥，当年咱们被敌人的飞机炸得抬不起头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。为了这架飞机，我赵东山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大哥，咱这飞机太漂亮了，军区首长马上就到，今天是首飞的好日子啊！要是传回老家，俺家族谱都得从我这单开一页。防空警报！敌军轰炸机群越境来袭，是空袭，快隐蔽！穆大哥，快进防空洞，快啊！敌人的飞机要扔炸弹了！不行！飞机一旦被炸，全国百姓勒紧裤腰带熬出来的心血就全完了。咱们的制空权又要再等10年。看这片贫瘠的土地，他们连防空炮都没有，这不是打仗，这是在后花园散步。穆哥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快回来！飞机没了咱们再造，你命要是没了，咱们军工就全完了。把炸弹扔下去，给他们听听文明的响声。列强拿老旧的破烂货来碰瓷咱们的超音速战机，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跨越70年的科技碾压。不要停！给我把油门踩到底，全速冲进军工厂！快开呀！厂子被炸平了不要紧，穆哥绝对不能出事。他要是死了，咱们就是千古罪人。赵东山，战斗机呢？国宝呢？穆哥死哪儿去了？是不是把他藏防空洞了？首长，穆大哥他开着那架连试飞都没坐过的新飞机，迎敌上天了！你个混蛋！上头让你来是拿命保护他的，你竟然眼睁睁看着他上天去送死！穆哥今天要是回不来，老子毙了你！首长，穆哥在天上拼命，我们在地上也不能当孬种！全团听令，把所有重机枪给老子拉出来，枪口朝天！今天就算炸弹落下来，也要用子弹给穆大哥织防空网！各机注意，下方就是工厂，准备投弹。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毫无还手之力的碾压。队长，雷达显示下方没有任何防空火力，这简直太无趣了。天哪，那是什么速度？1.5马赫？不，2马赫，这绝不可能！
来吧，欢迎来到喷气式时代。迪西，那是喷气式战机，这不可能！怎么可能有这种超越时代的怪物？快规避！快开火！快规避！快开火！开火！魔鬼，那是魔鬼！撤退！立刻撤退！放弃任务！这分明是在天上点炮啊！军长，你看见了吗？咱们的飞机单枪匹马在追着一个轰炸大队满天杀呀！好，杀得好，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天空以后他们连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。英雄，咱们的英雄，英雄，英雄，长岗万岁！牧歌同志，我代表北方，代表咱们的天空，感谢你。你今天的试飞，让咱们的战机正式站立于蓝星之巅。首长，这只是一架2代半战机，没什么值得骄傲的。它仅仅是个开始。我们的天空已经有了利剑，接下来我们要让巨剑驶入深海。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。你说什么？我们的王牌轰炸大队在内陆上空被全歼了，一架都没逃回来。长官，生还的僚机发回了最后的数据，击落他们的是一架速度超过2马赫、携带空对空导弹的未知喷气式战机。怎么可能拥有这种怪物？是谁？到底是谁在背后帮他们？潜伏特工传回消息，近期爆发，都源自北方一个军工厂，负责人代号造物主。造物主不惜一切代价查清这个人。穆厂长单人独击，全歼敌军轰炸大队，我国领空危机彻底解除，敌方舰队已退回公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天不生他牧歌，咱们军功万古如长夜啊！传令下去，开启下一阶段的深蓝计划。咱们这条巨龙该下海了。属于咱们的大国军工时代才刚刚开始。